同学们好，之前的章节我们学习了晶体结构及其缺陷，大家已经认识到晶体中质点做规则排列形成有序结构。那么还有另一类材料，质点做无序排列，我们称之为非晶体。在无机非金属材料中，液态的非晶我们叫溶体，固态的非晶叫玻璃。它们的结构相似，均具有近程有序、远程无序的特点。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溶体的结构。描述溶体结构的理论很多，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聚合物理论。以硅酸盐溶体为例，聚合物理论是这样描述溶体的：一、溶体中存在不同聚合度的硅氧聚合物，如以硅氧四面体为单体的二聚体、三聚体等等。二、溶体中还存在缺陷较多的三维碎片。三、各级聚合物的数量分布呈一定的几何级数。那么这样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溶体中化学界的特点。硅酸盐溶体中最基本的离子是硅离子、氧离子、解金属或解土金属离子。硅和氧形成的硅氧界是离子共价混合界，具有高介能、方向性等特点。而解性离子和氧离子形成的是离子界，介能相对硅氧界较小。以解金属离子钠为例，硅离子可以把钠氧界上的氧吸引到自己周围，使硅氧界的界强、界长等发生变化，最终使硅氧界断裂。这张图说明了钠氧界的作用。起初，二聚体中两个硅氧四面体共用一个氧，我们把这个氧称之为桥氧。在氧化钠的作用下，桥氧上形成的一个硅氧界发生断裂，桥氧变成非桥氧，二聚体变成两个硅氧四面体单体。因此，同学们不难理解，如果在硅酸盐溶体中，氧硅比越高，即氧化钠含量越高，那么非桥氧数量就越多，低聚物数量也越多。了解了化学界的特点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溶体的形成过程。我们仍然以钠硅溶体为例。首先，在氧化钠的作用下，石英发生分化。在钠离子的作用下，硅氧四面体中1号硅氧界加强，这就导致相邻的其他2号硅氧界变弱，进而使得2号硅氧界更容易受到氧化钠的攻击而发生断裂，最终导致石英骨架分化，形成各级聚合物。其次，在一定温度和时间下，各级聚合物发生变形等，使结构更加无序。同时，体系内的高聚物和低聚物相互转化，最终达到缩聚和解聚的动态平衡。这就是溶体形成的主要过程，主要包括这样3个阶段。最终形成的溶体是由不同聚合程度的各级聚合物组成的混合物，其中存在有低聚物、高聚物、三维碎片、游离解、吸附物等。那么溶体的结构受什么因素影响呢？主要是2个因素，温度和时间。当溶体组成不变时，温度越高，质点的能量越高，化学界越容易断裂，低聚物数量多。而当温度不变时，溶体组成的氧硅比越高，碱性氧化物的含量越高，对石英的分化作用就越强，进而导致非桥氧数量越多，低聚物数量增多。好，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溶体结构的特点。溶体是由不同级次、不同大小、不同数量的聚合物组成的混合物。聚合物的种类、大小、分布决定了溶体的结构，而聚合物的特征随温度和组成的变化而发生变化。请大家牢记这些特点。今天这一讲就到这里，谢谢。